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，这是一个在 MC 里面添加了小精灵的模组。我们可以在主世界的各地找到4种不同的季节环境，里面有不同颜色的妖精树，每个环境都有对应的妖精，而且这些妖精都是非常和平友善的生物，就算受到玩家的攻击也不会反击。不过野生的妖精我们是没办法互动的，只能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仪式来召唤它，自己召唤出来的妖精才是可以互动的。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完成任务的方式，从而累积和这个妖精种族的声望值。然后想要召唤妖精的话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祭坛，各个季节对应的森林中都有一棵巨大的妖精树，在巨大的妖精树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祭坛。不过这个妖精树比较难找啊，可能1万米才能找到一个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自己制作祭坛。然后制作祭坛需要在特定的工具，就是这个矮人铁针上进行。这个矮人铁针的合成材料有铁块，还有一种这个模组中专属的妖精宝石，这个宝石可以在地底下找到，稀有度可能和铁和金块差不多。不过有了这个矮人铁针，我们自己却没办法使用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工具人，模组中的另外一个生物矮人了。我们可以在地底下找到矮人，只有矮人可以使用这个矮人铁针，或者在野外有可能可以找到矮人专属的房子。在这个矮人的房子里面，我们可以借到不少的物资啊，有一些金的盔甲，还有一些工具什么的。另外，这个矮人有超高的护甲和超高的攻击力，不会攻击玩家，不过遇到僵尸的话，一锤就可以把他秒杀掉，直接把地面锤烂那种。我们可以像和村民交易一样，和他们交易各种物品，通常是拿一些矿物或者食物来交易宝石。当这个交易的等级解锁到第3级之后，还可以交易2种示意图，这2个示意图可以看作是合成表吧。一张图是用来将这些小妖精宝石合成大的妖精宝石的，还有一种示意图就是用来制作祭坛的，把我们需要的材料和示意图放在铁针里面，然后加入妖精尘作为它的燃料，这个矮人就会过来敲打矮人铁针，替我们完成这个锻造的过程，而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合成的。然后就是精灵的召唤了，召唤需要在这个祭坛上进行，不同的妖精召唤需要用到不同的材料，比如说夏季的妖精需要用到蜜皮，冬季的妖精需要用到冰块等等，还有召唤所有妖精都需要的一个基础的召唤卷轴，其中这个曼德拉草是由种植获得的，每个季节的树叶中都会掉落种子，种出来的果实啊，多多少少带点精神污染的这个奇怪的果实，把它们全部收集齐后一起放到祭坛上，这个祭坛上的物品就会被混合，然后一个用来生成对应精灵的卷轴就被制作出来了，我们只需要右键一下就可以召唤这个精灵。另外我们需要注意一下，在一个存档里面，一个玩家只能和1种季节的精灵进行绑定，比如绑定了夏季精灵就不可以绑定春季的精灵。我们可以完成他给的各种任务啊，就比如击败铁傀儡啊，击败5个灾厄村民，从而获得他的信任，可以奖励我们一些声望值，完成一些成就。然后这个声望系统目前还在测试阶段，后期的话会有更多的功能，这也是这个模组比较令人期待的地方。另外小精灵们还有一些别的能力，春季的小精灵可以让动物繁殖，而且它们的繁殖速度非常频繁。你看这边这只小羊，它现在还是刚生出来的状态，这个小精灵可以直接让它变成大羊，并且繁殖出新的小羊，只要把它挂在我们家的农场里，稍微等待一会儿，这个农场就会很快爆满。然后夏季的小精灵可以让敌人燃烧，可以当做我们家园的守卫。秋季的小精灵会雕刻南瓜，制作南瓜灯，吓走灾厄生物。而冬季的小精灵则会召唤血傀儡。我感觉的话，除了春季和夏季，另外2个小精灵貌似都没有什么用处啊。大家如果要玩的话，建议都绑定一下春季的小精灵吧。最后是一些额外的内容，我们可以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发现一个野外的图书馆，这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的书，其实这个图书馆是可以兼容其他的模组的书籍的，就比如一些魔法书籍等等。这个的话就看大家的意愿了。在作者的主页里面介绍了可以兼容的模组，然后作者给整个模组添加了向导书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向导书弄丢了的话，可以按图书馆里面的铃召唤图书管理员，然后再向他要回这本书。另外这个图书馆还有一个小彩蛋我们可以疯狂的按这个铃，把这个图书管理员按烦了之后，他就会召集铁傀儡殴打我们。不过如果利用好这个机制，我们好像还可以把它变成手动的刷铁机，这根本就不是惩罚好吧，简直就是恩赐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新模组了。我主要是被这个精灵还有小矮人的模型吸引的，这个概念也做得非常不错，还有这个声望系统，期待它后续的更新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